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今天咱们来讲几个好事情啊！先恭喜一下昨天看了面具人节目的朋友们。我标题上也写了，我昨天推荐的币，大家如果有买的话，这一觉睡醒就已经赚了一大半了。哈哈，投资2万块，至少纯赚1万4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币呀还有被动收益功能呢。好了，我就先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啊！节目最后我再给你们揭晓这个币究竟有多么的强大。开始讲咱们的正题之前呀，面具人想要先问一下大家，心慌不慌？慌不慌？慌不慌？现在你们的心应该是不慌了吧？有时候呀，我就想说，你们怎么心态就那么的不好呢？这币涨了，你心里爽；跌了呢，一个个都吓尿了。你说这人在江湖飘呀，别说不挨刀了，这刀还没砍过来呢，光看见刀你就已经吓尿了。就这种胆量，还怎么混社会呀？这几天网络上流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五毛网军都在带节奏，说什么熊市来了，熊市来了，赶紧割肉跑吧，否则呢，最后你的币清零了，1分钱你都没有了，啥都没有了，弄得大家是人心惶惶的。很多人呢也私信我，给我发邮件，给我留言，问我面具人，你说是不是熊市要来了？我现在该不该割肉？在这里啊，面具人再次的统一的给大家最后声明一次啊，熊市不会来啊，熊市不会来。为啥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还有呢，大家也可以看看我昨天前天的节目去啊。为啥熊市不会来？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已经给你们解答了很多的关键问题了。所以呢，你们以后呀就不要再问我这种无聊的问题、弱智的问题了啊！很多人呢，他就是喜欢听一些危言耸听的话。你说你听一些和你毫无关系的网军的一句话，然后呢，你就自割韭菜。你做这种行为呀，你就是蠢，真蠢。那针对这种现象啊，我想再多说2句吧。我昨天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个推文，我当时就说狗狗币在明天后天会发射。我当时这么说的意思就是，经过面具人我自己的评估以及我的一些渠道消息啊，我已经确认了砸盘结束了，而且呢，熊市也不会来。接下来呢，这些币呢还是会继续暴涨，涨。面具人为什么有底气会这么说啊？来，你听面具人，我给你们分析有没有道理啊？我们仔细观察呀，网络上从政府新闻，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啊，再到各大商业媒体网站，对，商业媒体网站，听懂了没？都在报道什么加密货币雪崩呀、血亏呀，泡沫要破裂了，熊市要来了。为什么面具人我要强调商业媒体呢？面具人从事媒体行业有很久了，对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媒体你不给他钱，他是不会报的，尤其是商业媒体，听懂了吗？你看这么多的媒体和政府，它都是统一行动的，报道政策、媒体宣传，甚至一些根本就不是金融专业类的网站，它也报道什么熊市要来了，加密货币崩盘了。这些行为和行动如此的统一化、合一化，是不是太巧了？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操纵呢？这么的整齐划一。不仅如此呀，面具人的这个媒体平台呀、油管呀、面具人的频道嘛，是能够看到油管后台的大数据的，这是只有我们这些专业油管从业人员才能够有的权限。好，仅仅就拿我自己的平台来说啊，每天都有上千条留言，因为我的视频就有几百个了嘛。我查询了一下关键字啊，我明显的可以看到啊，5、6天前的这每一天啊，都有大量的新注册的小号跑过来留言，唱空，制造恐慌，说什么币要归零了，币要腰斩了，钱都没了，熊市要来了，诸如此类的话。
口径都是非常的统一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号。因为面具人昨天开始给大家推荐 Cake 蛋糕币的嘛，我是从昨天下午先开始预告，我当时说我今天会选择持有蛋糕币，然后呢，我就在晚上出节目了。在节目里面，我正式提议大家可以关注入手一些 Cake 蛋糕币。我节目当时建议的价位是$10左右。截止目前呢，一整夜过去了 ，Cake 币的单价已经来到了$17.1，可能现在更高啊！你看，半天的收益就已经达到了70%多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也就是说，你投资2万块钱。一觉睡醒，你至少赚14000，爽不爽？各位啊，不仅如此啊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呢。正是因为这样啊，我更有底气判断砸盘基本结束了。今天呢，最多再小砸一下，震一震昨天混进来抄底的定力不足的和那些经历了2次砸盘已经濒临崩溃的韭菜们。你看啊，现在我的频道下面的留言啊，几乎已经都是这样的了。昨天买啥都是赚，怎样都是赚，买什么都是赚，大部分的加密货币只要你买了就能赚。这些言论忽然多了起来，反而呢，那些唱空的留言从每天1000多条到现在呢，只有寥寥的10几条、20条，差距已经是如此之大了。网军们的留言已经是从唱空变成了中立偏多了。那么面具人，我从这些言论啊，就已经能知道了，这个砸盘基本快结束了，最多啊，今天到明天会出现一波小的砸盘，然后就收尾完毕，上拉吸引韭菜，开始新的一波吹泡泡，就这样开始。面具人，我之前一直说，共产党的话你就不要信，赚钱永远都是要逆流的，别人都在干啥，你就别去干。因为别人都在干了，就轮不到你赚钱了。别人都不敢干的事儿，你去干，你就能赚钱啊！当然了，违法犯罪的事儿不能干啊。你看这个共产党是不是这样？开赌场的是他，查封赌场的还是他。前几天市场恐慌是共产党带起来的节奏，对吧？现在呢，你看共产党他自己又已经开始唱多了。大家来看这张图。大家看好了啊，这是大陆国内的微博的官方通告，这是环球市场播报发布的一则消息。消息称，前 BTCC 联合创始人李启源坚持今年比特币升至10万美元的预测。这算不算是利多？这算不算是拉动市场？他都已经官方通告说了啊，比特币在今年很可能会涨到10万美元，甚至更高。这是不是就印证了面具人我前2天说的啊？砸盘的也是共产党，现在呢盘子砸完了，拉盘的还是共产党，听到了没有？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这边啊，也开始唱多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了。全世界的资本寡头都是一样的统一行动，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目的。有资本家赚钱的需要，有政府维稳的需要，但是呢，大家始终记住一点就行了，那就是政治肯定是压资本一头的。虽说政治和资本是相辅相成的，这一点呢，在民主国家体现的更多一些。可是呢，在专制国家肯定是政治为王的。所以呢，你们看面具人判断市场动向这么的准，也是因为我对政治的敏感度比较高。你看，你们在面具人的节目里面很少能听到什么这个线呀、那个指数呀、这个法线呀、那个 K 线呀，对吧？面具人我大多数的判断都是从顶层设计和市场政治生态来分析的。可是就这样啊，面具人我不讲这些专业的别人很难听懂的东西，我反而还比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、金融专家预判得更准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赚到钱，对不对？为啥？你们想想为啥吗？咱们就这样想啊，看看现在的市场，现在疫情这么的猛烈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异，对吧？导致了
各个国家，尤其是民主国家的实业根本就没法做。所以呢，现在除了互联网虚拟金融，就没有啥别的更好的割韭菜方式了，没有啥更好的赚钱方式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政治啊，美国印了大量的钞票，它也需要金融市场帮它回收。咱们再来看中国啊，中共也需要金融市场帮它回收收割人民币。然后呢，资本家刚好也没实体生意可做，大家从资本到政府到官员都需要靠虚拟金融来赚钱。从政府，从政权，再到资本，再到每个人，他们都是没有任何理由毁掉目前的这个互联网虚拟金融市场的。散户们不想砸了市场，这些镰刀们更不想。包括美国的这个达里奥也宣布了，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，我宁愿持有比特币而不是债券。然后呢，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 Coinbase 也被上调到了投资级别。这些消息都是妥妥的利多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庄家们啊，最多在利用这个时候唱空一些最后的心态不好的那些人，把他们震走，再洗一波。然后呢，这次砸盘就彻底结束了。我再一次警告一下你们在座的各位啊，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话就去做伤害自己的事儿。你割你自己，人家巴不得看你笑话呢，对不对？你把你自己割了，跟别人有啥关系吗？刀割的是自己，又割不到他身上，对不？你把你自己的韭菜割了，人家就等着收你的韭菜呢，笑话你傻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没必要犯蠢。好了，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币市吧。马斯克先生又发文力推狗狗币了。你们看图，图中是一个很凶悍的柴犬，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$1。这个图片还配了一句英文，说 He fears the ... 然后呢，这句话很明显就是暗示$1嘛。这个话结合图片的语境翻译过来就是他害怕$1。你们看这个狗这么的凶悍，还会怕到不了$1吗？所以呢，现在持有狗狗币的朋友们，你们也不用担心了。如果这几天利多的话，大家仓位少的就可以像我昨天节目中说的那样，捞到低位的抄到了就是赚到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上升的趋势如果真的是不可阻挡的话，你也可以考虑跟上这个上升的列车。跟上就是赚到，除非呢就是点位过高了以后，大家要谨慎。但是无论是抄底还是追涨啊，前提是你们得有子弹，你的这个子弹没有乱打，提前的把弹药用完了，对不对？我前两天是不是说了 0.5 的时候建议先不要买， 0.3 的时候也建议先不要买啊，等出到了底位合适的时机了你再买，你的利润才是更大的，你的风险才是更小的，对不对？那至于接下来狗狗币的进场出场时机，我会在会员群里面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好了，最后再来说今天的重磅嘉宾啊，就是我节目开头说的让大家一晚上投2万赚14000的蛋糕币。蛋糕币的政治背景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已经分析过了，新观众朋友们可以去看完今天的节目回顾一下啊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主要来说一说这个 Cake 币蛋糕币的收益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它的收益构成又有多么的丰富啊？蛋糕币它目前是交易手续费非常低的，主攻老外市场的一种新型的加密货币。你们也别说老外不贪便宜啊，什么手续费低对老外的吸引力不大，全世界的人都一样，老外其实也贪便宜呢。蛋糕币和 Uniswap 都是类似的具有 DeFi 功能的。DeFi 指的是去中心化金融，也被称之为开放式金融。当前几乎全部的 DeFi 项目都是在以太坊的区块链上进行的，可以说实用度都是非常宽泛的。加密货币领域的自动做市商 AMM 的领军者 Uniswap 被分叉出来了很多项目，这个 Uniswap 可以算是这个领域的头部之一了。然后就被币安的智能链的 PancakeSwap 给超越了。而且呢，
这个 PancakeSwap 就是 Cake 币蛋糕币，它有着远低于 Uniswap 和以太坊的手续费，就是说白了便宜，运用各种各样的功能，比如转账呀、购物呀，它的手续费都是远低于 Uniswap 和以太坊的，并且呀，这个 Cake 币呀，还有各种各样的，比如抽奖、收集、交互、社团、工会、比赛、做任务、娱乐等功能。可以说它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，它的生态是十分全面的，这么样的一个区块链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老共开发出来了功能这么强大的币，这么厉害的区块链，它还不向国人开放，而且呢，老共用这个币超越了 Uniswap 以后呢，就让它处于了隐身人状态了，也就没再怎么继续推它了。原因在哪儿？原因肯定不是共产党没能力推，共产党的文宣能力是全世界最强的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那么原因在哪儿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玩意儿要留着以后有大用。所以如果老共在未来激活这个 CakeSwap 推广爆破它的话，在目前价位之上再涨个几十倍都是不成问题的，懂了吗？而且呀，这个币呀，它目前呢几乎是不开放给国人使用的。面具人，我一看到这一条啊，我就放心了。相比于狗屎币呢，专门用来割傻子爱跟风的，就跟那个袁隆平一样，你哭我哭，大家下跪哭丧的那种，骗中国韭菜的那种玩法啊。这个 CakeSwap Cake 币啊，主要针对外国人市场。那外国人不傻呀，外国人的要求也高呀，外国人他们有独立思考能力呀。所以呢，这个币它无论从功能还有设计还有它的主题上面，它的安全性完善性肯定是比这种狗屎币这种垃圾币要强得多的啊。只要不给中国人玩，那这个东西就是好东西啊。如果说是给中国人，尤其是那些洗脑小粉红玩的东西啊，一定是用来割韭菜的，就像这个狗屎币一样，对吧？我当时是不是说了，这个币的生命周期只有2-3天时间，撸到了就撤，不要陷进去。现在啊，给我发邮件的人有很多人都陷进去了，被割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狗屎币啊，会接下来割你们割得更狠。哎，扯远了啊，咱们继续说这个 Cake 币啊。这个币啊，还解决了一个持有者的尴尬之处，那就是币呀，你虽然有很多，但是呢，这个币你不卖钱，它始终就是有价无市。那么我们再对标一下，看看比特币、以太坊，他们可以挖矿，对吧？如果我不卖币，我可以挖矿，我拿矿来赚钱，对吧？可是呀，买显卡挖矿又不环保，成本也高，而且呢，很多不懂电脑的人也很难操作这个玩意儿。所以呢 Cake 币呢，它就有一个又环保又能产生被动收益的方式。这个方式呢，就是未来的一种加密货币的趋势。硬件挖矿必然会被逐渐的限制掉，可是呢，听好了啊，质押挖矿不会被限制。质押经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挖矿，但是呢，质押挖矿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比特币挖矿、以太坊挖矿是不同的。比特币、莱特币、以太坊、BCH 等这些数字货币，它们都是基于工作量证明 POW 的数字货币，因此呢，在这种机制下，产生新的货币都是要比拼硬件算力的，所以呢，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显卡矿机，一个矿机2-3万、3-5万的都有。当下最流行的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就是比特大陆的矿机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参与这些数字货币的挖矿的时候啊，我们通常都是要去买矿机、买显卡的，然后呢，组装或者是找机房将矿机托管给大矿场代理运营，咱们吃利息。矿机每天挖到的币，除去电费和运营成本，剩下的呢就是纯收入。是不是听起来很麻烦、很费劲儿？这也是很多人一听到挖矿很感兴趣，但是呢，一到了实际操作和投资的时候又望而却步的原因。但是这个质押挖矿不一样，解决了所有的实体挖矿的弊端，而且呢，非常的傻瓜轻松好入门，效率也高。
质押挖矿运用的是另外一种挖矿方式，在这种挖矿方式中呢，区块链系统中的节点不需要太高的算力，而是只需要质押一定数量的代币，运行一段时间以后，就可以产生新的货币，而产生的新货币就是通过质押而得到的收益。这就相当于我们把钱存在银行，每年都能够得到一定的利息是一样的。这种简单方便理解的模式，不用买显卡，不用组装机子，不用找别人，不用求人，更亲民，效率也更高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你持有一定量的 Cake 币本身就有价值之外，你还可以以币生币，以钱生钱。虽说这样会让 Cake 本身有着一定的通胀，但是呢 Cake 可以通过控制区块的产出或者增加玩法消费市场来保值，来对冲这个通胀。这些都是其他的币不具备的特殊功能。大家来看这张图啊，自动质押挖矿的月收益就有 7.3%。其实呢，有时候会根据任务的不同，这个收益还会更高。而且呀，挖矿的速度也还算不错。面具人我今天仅仅是挖了几个小时就挖到了1、2个。而且呀，这个 Cake 币我之前还见到过它的挖矿连600%的收益都有。以后呢，随着玩的人多了，这个挖矿收益可能会下降，但是呢，效率会提升。不说那么多，咱们就按照 7.3% 的月收益来算吧。也就是说，你有10万块钱的币，你一个月仅凭挖矿就能赚取7000多块钱的收益。如果币价上涨了，那么你的收益会更多。这些功能，狗狗币能比吗？以太坊能比吗？以太坊还要买显卡去挖，多麻烦的！一个挖不好，把显卡挖坏了，你还亏了，对不对？你装了显卡，可不仅仅是显卡的问题，你还要水冷呀、电压控制呀，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。面具人，我原来也想做什么挖矿教程的，可是呢，我自己尝试了一下，折磨人呀，真的是折磨人。好，我们继续说 Cake 蛋糕币啊。蛋糕币目前还有很多玩法都没有上线呢，而且它的推广爆破也都没有做。可是即便如此啊，它依然能够不强不弱的在币圈排行榜中间游走，而且呢，还有好多交易所它还没上呢。这些都足以证明了 Cake 蛋糕币的价值了，它的未来还是非常可期的。那么说了这么多啊，反正就是昨天看到面具人节目的，或者是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的朋友，尤其是会员群里面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作证，我是不是昨天强烈建议你们购买 Cake 币？我甚至还以身试法，我亲自操作、亲自教学，买给你们看了。听到我建议的去操作的人也都赚到钱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就可以拿事实来说话嘛。打开网页，打开你的交易所，搜索 Cake 币，昨天是多少钱，今天是多少钱，账会算得来吧？投2万赚1.4万，对不对？服不服？好，那么至于 Cake 币、蛋糕币的具体购买方式、操作教学以及挖矿的流程，这些资料呢，我会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公布的。那么大家有想要办理入会员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和留言区域，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。大家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收藏这个影片，并且把它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就可以享受会员的8折优惠以及会员体验卡的抽奖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